这是一起无比惨烈的案件，一名少女在被绑架后遭遇了非人的虐待，但她凭借超乎常人的求生意志，硬是在绝境之中寻得一丝生路，并最终对罪犯完成了绝地反击。少女的故事不但震惊了整个社会，甚至最终改变了美国的司法体系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起因搭便车而起的绑架虐杀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西马调查局，我是西马。1978年9月的一天，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市郊的一条公路旁，一个名叫玛丽·文森特的15岁女孩正举着一块写着向南字样的牌子站在路边，她的身旁还有另外2个同样在等待顺风车的年轻人。玛丽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她的父母正在经历一场异常痛苦的离婚，家中压抑的氛围让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几乎无法忍受，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。她的第一站是洛杉矶，她的祖父住在那里。但在祖父家待了仅仅几天后，强烈的思乡之情就开始在这个少女心中蔓延。毕竟无论原生家庭有多少问题，那始终是自己的家，她还是想回到父母身边。于是玛丽那天趁祖父外出时悄悄离开了那栋房子，并再次踏上了搭便车的旅程。从洛杉矶到莫德斯托，她已经搭乘了第1程的顺风车，现在她需要找到下一辆愿意搭载她继续南行的车辆。时间来到下午，一辆浅蓝色的客运面包车出现在了公路上，车内只有司机1人。当他看到路边3个举着牌子的年轻人时，他减慢了车速，并最终停在了距离他们约5米远的地方。玛丽快步跑向那辆面包车，另外2名同伴则继续留在原地。透过已经摇下的副驾驶车窗，玛丽看到驾驶员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甚至有几分和蔼。玛丽说他们3个都要往南边去，问他能不能载他们1程，但男人却摇了摇头，他说他只能载他1人，另外2个则不行。这话让玛丽感到很困惑。他看到车厢里明明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足够容纳他们3个人，于是他又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确定不能带上他们吗？”但男人的回答简短而坚定，他说：“我可以载你，但不会载他们。”玛丽犹豫了一下，说了句：“那你等我一下。”便转身跑回同伴身边。他把情况告诉了另外2个人，同伴们的反应也很一致，他们都觉得这个男人有问题，他的做法太反常了，背后必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因此他们劝说玛丽不要坐他的车。玛丽其实也有同样的感受，但是她太想回家了。如果错过这辆车，不知道下一辆车什么时候才会来。那时候要搭顺风车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啊。于是她犹豫了一下后，还是决定上车。但她当时并不知道，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。玛丽和同伴道别后，便抓起背包跑向那辆浅蓝色的面包车，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。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面包车立即启动，驶入了主路。司机转过头向玛丽做了自我介绍，他说他叫劳伦斯·辛格尔顿，50岁。玛丽也礼貌地介绍了自己。随后2人开始了闲聊。出乎玛丽意料的是，劳伦斯给他的第一印象相当好，他彬彬有礼，说话和气，甚至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祖父。就这样，2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玛丽上车前那种不安的感觉也渐渐消散了。长途旅行很容易让人疲惫，玛丽很快就感到困了。她问劳伦斯是否介意她睡一会儿。劳伦斯平静地回答说：“当然没问题，你睡吧。”于是玛丽侧过身，蜷缩在座位上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玛丽醒了过来，但当她望向窗外时，她的心突然猛地一沉。窗外的景色完全不对，他们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行驶。玛丽第一时间就指出了这一点。劳伦斯回答说：“哦，是吗？抱歉，可能是我搞错了。”我这就掉头。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只是一个无心之失。但玛丽心里很清楚，他们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走了很远，所以这绝不可能是什么意外。然而劳伦斯确实调转了车头，开始往正确的方向行驶。玛丽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内心已经拉响了警报。她开始谨慎地观察周围的一切，同时努力不让自己的紧张情绪表露出来。她不知道这个男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，但她已经不再信任他了。面包车继续行驶着，进入了一段穿越林地的公路。这里的车辆明显稀少，道路2旁都是茂密的树林，偶尔才能看到另一辆车驶过。就在这时，劳伦斯说他需要停车去方便一下。玛丽表面上平静地应了一声，但心脏却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面包车开始减速，准备靠边。就在这时，玛丽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，发现她的一根鞋带松了。玛丽当时心想，我得把这根鞋带系好，万一一会儿需要逃跑，这松开的鞋带可能会绊倒我。但车厢内空间狭小，弯腰系鞋带会显得很突兀，可能会引起劳伦斯的警觉。于是他决定等车停下来之后再说。然而劳伦斯并没有把车停在公路边，
他转向了一条通往树林深处的岔路，这是一条林间小道，大概是给护林员或伐木工人使用的通道。面包车沿着这条小道越开越深，逐渐远离了主路，也远离了任何可能经过的车辆。玛丽的脑子里警钟大作，她想说些什么，想质问劳伦斯到底要干什么，但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出不了声。劳伦斯没有看他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专注地开着车。大约1分钟后，他们已经深入树林，这时面包车才停了下来。劳伦斯下了车，说是去方便一下。玛丽几乎是本能地跟着跳下了车，她蹲下身开始去系那根松了的鞋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沉重的物体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勺上，世界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当玛丽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躺在面包车的后厢里，透过车窗，她能看到外面依然是那片静谧的森林，说明他们还停在原地。她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牢牢绑住，固定在了车厢上，完全无法移动。紧接着，车厢后门被打开了，劳伦斯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他爬进车厢，开始了对这个15岁女孩的侵犯。作为一个孩子，面对这个成年男性的施暴，玛丽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力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低声哀求：求求你停下来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求求你了。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话，但劳伦斯从未回应过一个字。他的暴行持续了数个小时，终于在精疲力尽之后，劳伦斯停止了施虐。他走出车厢，绕到前座，倒头就睡。玛丽被留在原地，双手双脚依然被绑得死死的。他试图挣脱束缚，但那些绳子绑得太紧了，毫无松动的可能。于是他只能躺在那里，独自承受着恐惧与绝望，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。在深夜的某个时刻，劳伦斯醒了，他一言不发，直接发动了引擎。面包车驶出了森林，回到主路上行驶了一段距离，然后再次转入另一条岔道。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一处位于峡谷深处的偏僻地点。接着劳伦斯停下车，走到后厢，再次对玛丽实施了侵犯。第二轮的折磨持续了整整一夜，直到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穿透树梢。天亮后，劳伦斯终于停止了施暴，他解开了玛丽的束缚后，把她从车里拉了出来。此时的玛丽已经满身是血，遍体鳞伤。他轻声对劳伦斯说：求求你放我走。劳伦斯看着他，嘴角似乎勾起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他说道：你想走是吧？好，我让你走。接着只见他转身走到面包车后厢，在一个工具箱里翻找着什么。当他再次转过身时，玛丽看到他的手里多了一把斧头。接着劳伦斯走到他面前，他用左手紧紧抓住玛丽的左手腕，与此同时右手高高举起那把斧头。玛丽根本还来不及反应，斧头就落了下来。瞬间，玛丽的左前臂在肘部以下的地方被齐刷刷地砍断了，鲜血从断口喷涌而出。玛丽感到一阵剧痛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但就在她往后倒的时候，她产生了非常奇怪的一种感觉，她觉得自己的左手明明正抓着劳伦斯的手臂，为什么人还会向后倒？时间仿佛进入了慢速播放，她在倒地的过程中，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左手确实仍然紧紧攥着劳伦斯的手臂，只不过那只手已经不再属于她了。他还没来得及尖叫，劳伦斯又走了过来，他再次伸出左手抓住了他的右手腕。这一次玛丽知道他要做什么了，他开始尖叫，开始用尽全身力气踢打他，试图挣脱他的控制。但两人的力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，他的手就像钳子一样紧紧锁在玛丽的手腕上。然后斧头再次落下，但这一次斧子并没有直接砍断玛丽的右手，于是劳伦斯又补了好几下。最后经过4次重击，玛丽的右前臂才终于从他的身体上分离了出去。玛丽瘫倒在地，鲜血从2个断之处喷涌而出，染红了她身下的泥土。剧痛让她的尖叫声撕心裂肺，回荡在空旷的峡谷中。而玛丽被砍下的那只右手仍然死死攥着劳伦斯的手臂。劳伦斯开始拼命甩动胳膊，试图把那只断手甩掉。玛丽在地上痛得打滚尖叫，但劳伦斯完全没有理会她，他正专注于处理那只断手。当他终于把手弄下来的时候，发现玛丽已经没有动静了，她静静地躺在一大滩血泊中，身体软绵绵的，似乎已经死了。劳伦斯把沾满鲜血的斧头扔回车厢，然后走向玛丽，抓住她的身体，开始往前拖行。在距离面包车约3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涵洞，这是一种建在道路下方的隧道结构，用于让雨水和溪流通过，以免损坏路面。这个特殊的涵洞位于这条林间小路的下方，距离路面大约有10米的落差。如果站在路面上往边缘看，两侧都是陡峭的斜坡。劳伦斯把玛丽一路拖到涵洞上方的路面边缘，然后用力一推，玛丽的身体翻滚着坠落，在10米的下落过程中撞上锋利的岩石，最终重重摔在涵洞入口处的碎石堆上。这一摔直接摔断了他4根肋骨，但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仿佛已经死透了。劳伦斯小心翼翼地沿着斜坡走了下去，
他把玛丽的尸体塞进了涵洞深处的黑暗中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随着面包车行驶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森林重新陷入了寂静。涵洞里蜷缩在黑暗中的玛丽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她还活着。事实上，她从始至终都没有失去过意识。她清醒地经历了整个过程，从2只手臂被砍断，然后被拖行，再到被从10米高处抛下，4根肋骨断裂，最后被塞进冰冷的涵洞里。她全程都是清醒的。她之所以能活下来，是因为在右臂被砍断后的那一刻，某种深植于人类基因中的求生本能救了她。当时内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她，必须装死。现在只要敢发出任何一点声音，那就真的死定了。所以自己必须像一具尸体一样躺着，无论对方做什么都要保持一动不动。于是当劳伦斯拖着他往涵洞走的时候，他让自己的身体完全放松，就像一袋没有生命的面粉。当他从10米高处坠落，肋骨在岩石上撞断的时候，他咬紧牙关，没有发出一丝呻吟。当他被塞进涵洞的时候，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，让他轻微到几乎无法察觉。就这样，他成功骗过了劳伦斯。但玛丽没有立即行动，她不知道劳伦斯是不是真的离开了，还是他正在上面等着，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已经死了。所以他继续躺在那里，保持着之前的姿势，一动不动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涵洞里阴冷潮湿，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。一方面是因为寒冷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失血过多，大量的鲜血正从他的2个断肢处流失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气正在一点点的消散。这时一阵强烈的困意开始袭来，玛丽只想闭上眼睛，就此沉沉睡去，永远不再醒来。但就在他即将放弃的那一刻，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。那个声音对他说，如果你现在睡着了，你就会死，那就没有人能抓住这个怪物，他会去伤害其他人，会有另一个女孩像你一样被他拖进森林，被砍掉双手，被扔进涵洞里等死。你真的愿意让这一切发生吗？最终玛丽做出了选择，她要活下去，她要亲自揭发那个怪物的罪行。涵洞里一片漆黑，她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只能凭借触觉和本能慢慢往外爬。她的双臂肘部以下的部分都没了，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痛，但她咬着牙一点一点地往外蠕动。终于她爬出了涵洞，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。她看了看自己的2只残臂，伤口还在流血，如果不立即止血，她撑不了多久。于是玛丽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的事情，她把自己的残臂插进了地上的泥土里，用力搅动，让泥土和沙粒塞满伤口。这是一种原始而残忍的止血方法。泥土里充满了细菌，正常情况下会导致严重的感染，但在那个时刻，感染都是以后的事儿，而失血过多会让他当场死亡。他必须在2害之间取其轻。止血完成后，玛丽把2只残臂举过头顶，这个姿势可以利用重力减少出血量，同时防止伤口里的泥土和凝结的血块脱落。然后他开始往斜坡上爬，10米高的斜坡遍布着锋利的岩石和松动的碎粒，他没有双手可以抓握，只能用膝盖和残臂交替支撑，一点一点地向上移动。他不知道自己爬了多久，时间在那种极端的痛苦中已经失去了意义。当他终于爬上路面站起身来的那一刻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但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，他必须找到能帮助他的人。于是他开始沿着那条林间小路往外走，他全身赤裸，从头到脚都覆盖着已经干涸的血迹，2只残臂高高举过头顶，姿态怪异而恐怖。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看到他，大概会以为自己撞见了某种来自地狱的生物。终于他走出了林间小路，来到了主公路上，接着他便开始沿着公路奔跑。很快一辆汽车驶来，玛丽试图招手拦车，但那辆车的司机在看到他的模样后惊恐地加速逃走了。但玛丽没有因此而停下，她继续向前奔跑。她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但根据后来的调查显示，她在那条公路上跑了整整3英里，也就是大约5公里远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幅画面，一个失去双臂、摔断4根肋骨、几乎流尽了1半血液的15岁女孩，赤身裸体的在烈日下奔跑了5公里。这已经不能用坚强来形容了，可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终于他又看到了另一辆车，这是一对年轻夫妇。当他们看到玛丽的时候，同样被吓坏了，但他们没有开走，他们停下车，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和震惊后，把这个浑身是血的女孩扶进了车里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最近的医院。玛丽在医院里住了整整1个月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她向警方详细描述了袭击她的那个男人，包括他的长相、他的声音、他的面包车，甚至是他说过的每一句话。他的描述是如此详尽又如此准确，以至于警方能够据此绘制出一幅极为逼真的嫌犯素描。那幅素描很快被公之于众，劳伦斯的邻居看到了那幅画像，他们认出了画中之人，然后就报了警。就这样，劳伦斯很快就被逮捕了。
在随后的审判中，玛丽出庭作证，她详细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一切，从她上车的那一刻开始，到她被砍断双手扔进涵洞，再到她爬出涵洞跑向公路。她的证词冷静而清晰，丝毫没有回避任何细节。最终，劳伦斯被判处了14年监禁，这是当时加州法律允许的最高刑期。法官后来公开表示，他希望能判得更重，但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。审判结束后，当玛丽走出法庭时，他不得不从劳伦斯身边经过。就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，劳伦斯侧过身子，凑近他的耳边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：就算花一辈子的时间，我也会完成我没有做完的事。8年后，劳伦斯·辛格尔顿因表现良好获得假释出狱。这个消息让玛丽惊恐万分。那时他已经结婚，并且有了2个儿子。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，担心那个恶魔会突然出现，兑现他当年的承诺。然而劳伦斯并没有来找玛丽，而是去找了别人。1997年，距离劳伦斯假释出狱已经过去了10年。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，一名31岁的女性被发现惨死在家中。她叫罗克珊·海耶斯，是3个孩子的母亲。而杀害她的凶手正是劳伦斯·辛格尔顿。在罗克珊谋杀案的审判中，玛丽再次出庭作证。她讲述了自己19年前的遭遇，让陪审团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目。他不是一个会改过自新的人，而是一个不会停止作恶的怪物。这一次，劳伦斯被判处了死刑，但他没有等到被执行的那一天。2001年，劳伦斯因癌症死于狱中。当玛丽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她感到异常失望。她原本希望看到他被绑在行刑椅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但命运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然而他的2个儿子表达了如释重负的心情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曾经威胁要伤害他们母亲的恶魔终于永远的消失了。劳伦斯死后，玛丽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，并引发了巨大的震动。人们愤怒的焦点不仅仅是他对玛丽所做的事情，更是他在只服刑8年后就被释放了。如果当年的法律允许判处更长的刑期，如果他没有获得假释，罗克珊·海耶斯也许就不会死。这种愤怒最终转化为了立法行动。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被称为劳伦斯·辛格尔顿法案的新法律。根据这项法律，在涉及酷刑的案件中，法官有权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同样的案件发生在今天，劳伦斯将永远无法走出监狱的大门。这项以施暴者命名却为受害者而设立的法律，也成了玛丽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遗产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，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。